翻遍24史中浩如烟海的明朝卷宗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空白。那位被后世万代传颂为千古第一贤后的女人，竟然在正史中没有留下一个确切的全名。民间唤她秀英，野史系说她的大脚，但在那冷冰冰的皇家玉牒里，她只是寥寥2字的马氏，或者是高高在上的孝慈高皇后。然而名字的缺失恰恰构成了她最震耳欲聋的勋章。在那个女性被视为附庸的漫长黑夜里，马氏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艺术。她不需要名字，因为在洪武一朝，她本身就是良知的代名词。当她坐在坤宁宫时，这巍巍大明尚存一丝家的温存，而当她离去，大明才真正变成了一座冰冷的、由钢铁与鲜血铸就的帝国。在这个没有名字的墓碑下，埋葬的不仅仅是一位皇后，更是一段关于救赎、盟约与人性光辉的绝响。故事的卷轴要在公元1352年的定远城缓缓展开。那是一个神鬼同哭的时代。蒙元帝国的统治在汉地已至强弩之末，黄河决堤，瘟疫横行。在淮西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，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极其模糊。马氏便出生在这样的乱世夹缝中。他的父亲马公本是宿州的一位富豪，仗义疏财，颇有游侠之风。然而宿命的齿轮从不因人的善意而停止碾压。马公因杀人避仇，将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。红巾军起义将领郭子兴随后客死异乡。这一年，马氏成了孤女。不同于深闺中娇生惯养的千金，马氏的童年是在动荡与流离中度过的。郭子兴虽为一方豪强，收她为义女，待若己出，但在那个今天不知明天生死的环境里，传统的礼教束缚显得苍白无力。马氏没有缠足，这双天足在当时或许被视为粗鄙，但在即将到来的漫长征途中，却成了他最坚实的依靠。他读史书，明大义。在郭府的日子里，他学会的不是描眉画眼，而是如何分辨人心的幽暗与光亮，如何在各路草莽英雄的觥筹交错中嗅出权力的血腥味。公元1352年，这一年对于中国历史而言，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。一个身穿破烂袈裟、面容奇特、目光如炬的游方僧人投奔到了郭子兴的麾下。这个人叫朱重八，后来他叫朱元璋，那是他们初见的时刻。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两人第一次对视的情景，但我们可以想象，在那个尘土飞扬、充斥着汗臭与血腥味的军营里，作为元帅一女的马氏看到这个被当作奸细抓进来、长着一副异象的年轻人时，内心或许泛起了一丝奇异的波澜。除了那条在这个乱世贱如草芥的性命和一腔无处安放的野心，郭子兴看重朱元璋的勇猛与机敏，更为了笼络这个潜力无限的年轻人，做出了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决定，将义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。这一场婚姻最初显然带有政治投资的色彩，但在洞房花烛的红烛摇曳下，这两个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，同样经历过底层苦难的灵魂，由于某种深层的共鸣而紧紧地嵌合在了一起。朱元璋不再是孤独的乞丐和和尚，他有了家；马氏也不再是寄人篱下的孤女，他有了天。然而乱世的蜜月期总是短暂的如同露珠。郭子兴此人虽有起义首领的架子，却心胸狭隘，耳根极软。
随着朱元璋在军中威望日盛，郭子兴的2个亲儿子心生嫉恨，谗言如毒蛇般钻入郭子兴的耳中，猜忌是乱世军阀通用的瘟疫。不久，朱元璋遭到软禁，被关进一间阴冷潮湿的柴房，断绝饮食。郭子兴意图用饥饿消磨这头猛虎的锐气，甚至想让它无声无息地死去。这是马氏生命中第一个真正的高光时刻，也是后来6宫粉黛无人能及他的根本原因。得知丈夫受难，马氏心如刀绞。由于郭子兴严令禁止探视送饭，他只能伺机而动。一日，厨房刚出炉了热气腾腾的烧饼，马氏顾不得刚出炉的高温，抓起几张滚烫的饼，一把塞进自己贴身的怀中，慌忙向关押朱元璋的柴房跑去。寒风凛冽的亳州城内，马氏步履匆匆，他的脸色因痛苦而煞白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。那不仅是奔跑的疲惫，更是胸口传来的剧烈灼痛。刚出炉的炊饼温度极高，贴在娇嫩的肌肤上，无异于烙铁。皮肉被烫焦的气味在衣襟下弥漫，但他紧咬牙关，一声不吭。他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娇弱与犹豫，只有一种近乎母狼护崽般的决绝。当他避开守卫，颤抖着从怀中掏出那几张带着体温和焦糊味的炊饼，递给奄奄一息的朱元璋时，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铁汉看着妻子胸口被烫烂的皮肤，那一刻的震撼与痛楚，恐怕比他日后登基大典的辉煌更刻骨铭心。那烫伤留下的疤痕，成为了马氏一生最昂贵的勋章，也成为了朱元璋心中永远无法逾越的道德高地。这不仅仅是几个饼，这是在告诉朱元璋，在这个尔虞我诈、兵荒马乱的世界里，只有这个女人，为了让她活下去，愿意把自己的肉身当成火炉。除了肉体上的牺牲，马氏更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。她深知要在郭子兴的眼皮底下保全丈夫，仅靠偷送食物是不够的。她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，私下贿赂郭子兴的妻妾，请他们在郭子兴面前为朱元璋美言，通过枕边风来化解郭子兴的怒气。这一招以柔克刚，极其奏效。郭子兴的耳根子软，在夫人的劝解下，终于释放了朱元璋。这次劫后余生，让朱元璋深刻地意识到，在这片混沌的修罗场中，马氏不仅是他的妻子，更是他的战友，他的谋士，他的后盾。为了摆脱各路起义军内部的倾轧，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，朱元璋决定率部南渡长江，攻打吉庆。进南京，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战略转移，大军开拔，家眷随行。马氏作为主帅夫人，并没有坐在安稳的马车里指手画脚。此时的她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贤内助，而是这支正在成长的军队的大管家。她组织随军的家属为士兵缝补衣物鞋袜，在粮草不济时带头缩减自己的口粮。在渡江战役前夕，军心浮动，马氏以身作则的镇定，像定海神针一样安抚了后方的躁动。当朱元璋的战船划破长江的迷雾，踏上江南的土地时，历史的重心开始倾斜。公元1356年，朱元璋攻克吉庆，改名应天府。占据应天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。此时的朱元璋四周强敌环伺，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。在这段最为艰难的创业初期，马氏展现出了卓越的后勤部长才能。朱元璋在前线征战，经常面临文件丢失、文书错乱的问题，
马氏便将所有的重要文书、随军记录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无论朱元璋何时询问，他都能对答如流，甚至在朱元璋焦躁遗忘之时，温言提醒，补上漏洞。他不仅仅是在管理家务，他是在管理一个雏形帝国的档案库。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朱元璋性格缺陷的弥补。朱元璋生性多疑，杀伐决断，尤其在战事不利时，容易迁怒部下。马氏深知丈夫的脾性，她从不当面硬顶，而是像水一样，在朱元璋怒火平息后，用温婉的话语剖析利害，挽救了无数将领的性命。在与陈友谅那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，局势一度危如累卵。陈友谅麾下巨舰必将，兵力数倍于朱元璋，应天府内人心惶惶，甚至有人建议投降或逃跑。朱元璋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压力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马氏做了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事，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犒赏士兵，并亲自带领将士弃卷，缝制新衣鞋袜送到前线。他对将士们说，前线将士流血拼命，我们妇道人家虽不能上阵杀敌，但这针线里的心意是盼着大家平安归来。这种温情的力量在冷酷的战争机器中注入了人性的热血。士兵们穿着主帅夫人亲手缝制的鞋袜，感念不已，士气大振。在那个迷信武力的年代，马氏用他的方式证明仁爱与关怀同样是致命的武器。有一次，朱元璋率军出征，被敌军切断了后路。由于战事惨烈，朱元璋身受重伤，被困在荒野之中，身后是紧追不舍的敌军骑兵。那一刻，死亡的气息如此逼近。传说中是马氏背起了受伤的朱元璋，那双被世人嘲笑的大脚，在泥泞与血泊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他背负着未来的皇帝，背负着大明的江山，一步一步踉跄，却坚定地逃出了死神的包围圈。他身后的脚印深深地印在江南湿润的土地上，那是比任何史书文字都要深刻的誓言。从亳州的滚烫炊饼，到应天的缝补征衣，再到生死关头的背负突围，马氏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患难夫妻。他不是攀附在橡树上的凌霄花，他是与橡树根茎相连，共同分担风雨的厚土。随着陈友谅在鄱阳湖之战中的覆灭，张士诚的败亡，江南已定。朱元璋的霸业出城，那个曾经的放牛娃，终于一步步登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公元1368年正月初4，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，国号大明，建元洪武，马氏被册立为皇后。那一刻，他透过冕逆垂下的玉珠，看到的或许不是万国来朝的辉煌，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牢笼。墙外是刚刚从元末战火中喘息未定的江山，墙内则是权力漩涡的中心。那个曾经与他分食炊饼的男人，正逐渐蜕变成一位令天下战栗的洪武大帝。朱元璋在变，那张曾经写满饥饿与渴望的脸，如今布满了深沉的城府与猜忌。他像一头警惕的孤狼，在每一个深夜磨砺着手中的屠刀，试图斩尽一切潜在的威胁。而马皇后成了这充满肃杀之气的皇宫中唯一的一处暖阁。为了不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家族在富贵中腐烂，马皇后首先做了一位严苛的近乎无情的母亲。当最小的儿子朱肃受封周定王，即将前往开封之国时，送行的场面并没有想象中的母慈子孝，泪眼婆娑。
马皇后平退了左右，拿出了一件东西，那是她早年在这个乱世中穿过的一件旧布衣，洗得发白，针脚粗陋，上面甚至还带着当年淮西烟火的味道。他将这件旧衣连同一根坚硬的木杖郑重地交到了随行的江贵妃手中，说道：周王从小性子跳脱，不知民间疾苦，此去开封，若他敢有胡作非为，你就把这件旧衣披在他身上，以此杖责打，若敢违抗，即刻持报朝廷。马皇后的声音在空旷的宫殿里回荡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那一刻，年轻的周王或许只感到了恐惧，但他多年后才会明白，母亲给他的不是一件破衣服，而是一道护身符。在这个父亲随时可能因为猜忌而诛杀功臣甚至亲子的年代，母亲是用这种近乎残酷的方式逼着他记住自己流淌的是农民的血，逼着他在悬崖边勒马。如果说对儿子是严，那么对丈夫马皇后则是柔中带刚的刃。洪武年间的南京城，官员们早朝如赴刑场，不知晚归是否已是亡魂。朱元璋杀人往往只需要一个瞬间的怒火，而马皇后救人却需要耗尽心血去寻找那个稍纵即逝的契机。最令人窒息的一次博弈发生在宋濂案中，宋濂大明开国文臣之首，太子太师，只因孙子卷入胡惟庸案，朱元璋杀红了眼，定要将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臣处死。在朱元璋的逻辑里，斩草必须除根，哪怕是太子的老师也不能例外。那是一个死寂的午后，御膳房端来了丰盛的酒席。朱元璋正欲动筷，却见马皇后素服而来，默默地坐在他对面。他不说话，不饮酒，更不吃肉，只是用一种哀伤至极的眼神看着满桌的珍酒。朱元璋心头火起，摔筷问道：皇后这是做什么？马皇后缓缓抬起头，眼中似有泪光，声音却平静得可怕。民间百姓家若是给孩子请了师傅，尚且终身尊奉，哪怕老师犯了错，也要顾念几分香火情。宋先生教导太子多年，如今70多岁了，还要横死法场。妾身为太子的母亲，救不了先生，只能如素，为宋先生做些冥福罢了。这一句话没有谈律法，没有谈政治，只谈良心。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陪自己吃糠咽菜的结发妻子，看着他那身素淡的装束，心中那道坚硬的铁壁终于崩塌了一角。他想起了当年的艰难岁月，想起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点温存，最终他长叹一声，扔下了手中的酒杯。第二天，赦免宋濂的诏书发出，老人虽被流放，却保全了性命。这样的时刻在洪武一朝不胜枚举。沈万三因富可敌国，被朱元璋视为不祥欲杀之。马皇后淡淡一句：法律诛罚罪人，不诛罚运气不好的人，似两拨千斤的救下首富一命。宫女因小事触怒龙颜，马皇后便假装比皇帝更生气，将人送交公正司依法定罪，巧妙地从暴怒的皇权下抢回一条条人命。他就像一位不知疲倦的修补匠，在朱元璋挥舞着铁锤砸碎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在后面默默地粘合那些碎片。他每日亲自查验朱元璋的膳食，既是防毒，更是为了让这个孤独的帝王感受到家的温度。他在后宫架起织布机，以此提醒所有皇族女眷，大明的江山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然而天不假年，
那个能勒住洪武大帝缰绳的人，终究还是累了。洪武15年的秋天，金陵城的梧桐叶落了一地，马皇后病倒了，且病势汹汹。这一回朱元璋慌了，他开始疯狂地敕令群臣祈祷，悬赏遍访天下名医。但病榻之上的马皇后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心碎的决定，她拒绝服药。朱元璋握着她枯瘦如柴的手，老泪纵横。马皇后看着眼前这个已经两鬓斑白、满眼血丝的皇帝，露出了最后一次虚弱的微笑。她太了解他了，正如了解自己手掌的纹路。他用游丝般的气息说道：死生有命，非药石可医，况且又怎能保证一定治好？如果我吃了药却不见效，以陛下的脾气，必然会迁怒于太医，杀了他们陪葬。我这一生都在劝陛下少杀人，若是临死反而因为我而害了无辜的性命，那我即便到了九泉之下，也难以安宁啊！直到弥留之际，马皇后没有求封赏外戚，没有为子孙谋特权，她只留下了那个困扰了她一生的愿望：愿陛下求取贤能，听取谏言，慎终如始；愿子孙皆贤能，大臣百姓皆有所依。农历8月，孝慈高皇后马氏崩逝，享年51岁。马皇后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妻子的离去，更是一种政治生态的彻底崩塌。她生前就像一根坚韧的缆绳，死死地拽着朱元璋这艘在权力怒海中狂飙的巨轮，不让他触礁。他死后，缆绳断裂，巨轮彻底失控，历史立刻展示了他残酷的一面。在马皇后去世后的岁月里，朱元璋的性格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异化，那种深藏于他骨子里的源自底层生存恐惧的猜忌，失去了最后的温情羁绊，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。曾经当他想要举起屠刀时，总会下意识地看一眼身后的坤宁宫，想一想那位会为他端来热粥，会用旧衣提醒他莫忘本的女人。而现在身后空空荡荡，只有冰冷的龙椅和瑟瑟发抖的陈宫。洪武晚年的政治清洗，其惨烈程度远超前期。如果说胡惟庸案还带有加强皇权的理性考量，那么后来的蓝玉案则更像是一场歇斯底里的宣泄。蓝玉这位战功赫赫的大将军被剥皮食草，牵连被杀者多达15000余人，血水染红了秦淮河，整个功臣集团几乎被连根拔起。后世读史者常设想，若马皇后尚在，以他对义子们的慈爱和在军中的威望，定能如当年保护李文忠、郭景祥那样，在刀下留住几分元气。可惜历史没有如果，失去制动阀的皇权，只能在通往独裁的道路上一路狂奔，直至撞得头破血流。更深层的悲剧发生在太子朱标身上。朱标是马皇后亲手抚养长大的，完美继承了母亲的仁爱与宽厚。马皇后在世时，她是父子之间缓冲的屏障。她一走，朱标便不得不独自面对日益暴力的父亲。那种高压的政治氛围，让这位原本温润如玉的储君日夜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。失去了母亲庇护的朱标，最终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父爱与皇权的夹缝中身心俱疲，抑郁而终。朱标的死抽走了朱元璋最后的精神支柱，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皇太孙朱允炆的即位以及靖难之役的爆发。叔侄相残，金陵火起，大明江山在血与火中再次动荡。回望这一切，
仿佛都始于洪武15年那个秋雨凄厉的午后，那个唯一能平衡这个狂躁家族的女人撒手人寰。然而，当我们跳出这些具体的恩怨情仇，站在历史长河的极高处俯瞰马皇后的一生，我们会发现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文化符号。在中国传统的皇权叙事中，女性往往被置于两个极端的脸谱之下，要么是红颜祸水，如妲己、褒姒被视为亡国的诱因，要么是外戚干政，如吕后、武则天被视为对男权的僭越。但马皇后奇迹般地跳出了这两个怪圈，她拥有极高的政治智慧，却从不谋求个人的政治野心。她对朝政有着深刻的洞察，却始终恪守后宫不得干政的底线。她所有的干政都不是为了争权，而是为了救人，为了纠偏，为了在法家的严酷大厦中植入儒家的仁爱衡量。他不仅没有让外戚家族鸡犬升天，反而严格限制马氏族人的权利。这种清醒在历代后妃中凤毛麟角。他确立的大明后宫祖训，虽然在后世并未被完全遵守，但他本人所树立的贤后标杆，成为了明清两代皇后无法逾越的道德高地。每当后世的皇帝偏离正轨，臣子们总会抬出孝慈高皇后的神主牌，试图唤醒统治者的良知。更有趣的是，他那双大脚，在那个把女性裹小脚视为美与德的病态时代，马皇后那双从未受过束缚的脚，成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象征。士大夫们在书斋里嘲笑她的粗鄙，市井流言里编排着露马脚的笑话，殊不知正是这双有力的大脚，走过了淮西的泥泞，踏平了江南的烽火，最终稳稳地支撑起了大明王朝摇摇欲坠的初创基业。这双脚代表了一种来自民间的未被礼教阉割的生命力，它是被大地滋养的母亲，而不是被深宫豢养的玩物。朱元璋虽然一生杀人如麻，但他对马皇后的感情却是绝对真挚且充满敬畏的。马皇后去世后，他再位立后，这种孤独的坚守是这位铁血帝王对发妻最高的致敬。在无数个无法入眠的深夜，当他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和背后空无一人的黑暗时，他一定会无数次想起当年亳州城那个拿着滚烫炊饼的姑娘。那是他作为人的最后一点证据，也是他灵魂深处唯一的避难所。时光流转，600年的风云变幻，紫禁城的龙椅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主人，大明王朝早已化为史书中的尘埃，洪武大帝的丰功伟绩也任由后人评说。然而，当游客们漫步在南京明孝陵的苍松翠柏之间，站在那巨大的方城明楼之下时，心中涌起的情感往往不是对皇权的膜拜，而是一丝淡淡的温情。那里合葬着这片土地上最强悍的男人和最温柔的女人，他们生前曾无数次争吵、和解、扶持。它是一团烈火，试图烧毁旧世界的一切荆棘。它是一泓清水，默默地润泽着被烈火灼伤的土地。烈火终将熄灭，而水的力量却穿透了岩石，流淌进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。在历史宏大的叙事中，帝王的霸业如流星般耀眼却短暂，而人性的光辉却如恒星般永恒。马皇后用她那充满母性与悲悯的一生，告诉了后世所有的掌权者，只有基于爱与宽恕的统治，才配得上伟大二字。
只有不忘来路、不失本心的人，才能在时光的洪流中被温柔地记住。